欢迎收看第644期武器大讲堂。前几期我们将霰弹枪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系列，但是在轻兵器的发展过程中，弹药的发展也一样至关重要。从早期的火药和弹丸分离，到如今的一体式设计，弹药的发展经历了非常多的改进优化。本期武器大堂将和大家探索当时一款让枪械实现从后部装填的新型弹药 Pinfire 弹药筒。Pinfire 弹药筒也叫做针式弹药，其发展于雷拱式激发枪。在火器的发展中，很多人都在想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弹丸和火药的装填效率大大提升，并且能够不用像碎发枪和激发枪一样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随着在1812年9月29日，一位枪械设计师让·塞穆尔·保利在法国申请了一项新枪的设计专利。这个专利允许弹药筒装在枪管的后部，并为此设计了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弹药。这种小弹药由一个小型金属底座组成，其尺寸可以完美的安装在这些新枪的后膛开口中，从而开启了后装填武器和弹药筒的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优化，在不久之后，底帽和底火等的概念开始问世。时间到了1930年代，法国枪匠卡西米尔·勒福瑟发明了 Pinfire 弹药筒，并成为金属弹药筒最早的实用设计之一。这种弹药筒的外观设计跟如今的子弹已经非常相像，结构包括了子弹头、撞针、装满发射药的弹壳和一个装有底火弹丸的铜底座。弹头根据口径的不同有所不同，包括圆锥形和柱状都有，已经具备了如今的霰弹和空气动力学单弹头的结构。其材质大多为铅，金属弹壳内部装载有发射药，发射火药中会有个小铜火帽，火帽里面装有压免起爆药，例如雷栓汞或者氯酸钾等等。在铜帽上安装一根突出弹壳的撞针，这便是其整体的运作结构。在使用的时候，发射器需要打开枪管后膛并放入弹药筒。跟如今的枪管不同，当时的枪管后膛管壁上面会有个槽，子弹的突出撞针可以从槽中伸出。这个时候，射手扳动扳机就会释放击锤，此时击锤击打撞针，引燃铜火帽里面的压免起爆药，起爆药引发发射药，将弹头发射出去。这种方式相对于激发枪模式来说，弹丸、弹药和引爆药都结合在一起，大大的节省了装填时间。后装填的模式也更加方便骑马射击，因此整体的效率更加的高效。而金属的弹壳在气密性和强度上面比更早期的纸质弹壳更加优秀，因此 Pinfire 弹药筒成为了后续的现代化弹药的一个开端之作。但是这种突出的撞针弹药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的。第一个是突出的击针需要对准枪管上面的开槽，所以装填的便利性也就没有如今的底火的好。第二个是撞针突出在子弹的外部，如果保存运输或者装填的时候，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撞到引起走火，而发射药产生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将击针和弹头直接推出，所以会对使用的人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也是因为如此，后来人们对其进行了优化改进，通过基础填料有效地提升弹药筒的气密性能，将火帽设计在底部，使用枪械本身的撞针、击针进行激发等等方式，才将弹药的便利性提升到如今的水平。从如今的结构原理上面看，基本上都是沿用了 Pinfire 弹药筒的设计原理，只是变换了结构的方案而已。而这款弹药筒的出现，也大量的淘汰了原始的火器，让枪械的发展走向了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本期武器大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大堂查往前内容，我们下期见。